大家好啊，昨天我做了个视频，是讲5万美元额度限制的啊。我说的是就是限制的用时用途啊。这个额度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超5万美元的啊。你要提供证明，证明你这个出国留学啊、租房啊，或者说你确实是个旅游狂热的分子啊，超热爱旅游啊，你真的需要这个外汇，是可以获得更多的额度的，没问题的啊。那有些朋友的话就在我底下留言啊，甚至还怀疑我是不是没有操作过这种汇款啊。我可以直白告诉大家啊，你可以翻翻我之前的视频啊，我以前也讲过银行卡，讲过签证，你可以对得上号啊，觉得我这个人是我汇款过的概率大呢，还是没有汇款过的概率大啊？你这个自己评判一下啊。然后我可以回应一下，就我有汇款过啊，当然有汇款过啊，SWIFT 付汇款也有啊，系联汇款也有。MoneyGram 速汇金这个很少人知道吧？这个我也汇款过啊。政治汇款的话，在银行都不好找啊。我甚至在一种比较大的城市吧，也不太好找这种什么银行的啊。甚至操作这个的人，他也不太懂。为什么呢？来办这个业务太少了啊。刚好这个 MoneyGram 当时跟中国银行合作啊，他还让我开了张卡，那张卡说实话，其实我都不想要啊，因为他们开卡是当时是有提成的嘛，10块钱好像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他是汇款说遇到问题啊，他说理论是理论啊，事实是事实，现实当中的话你没有这么容易的啊。我只能说吧，现实当中没这么容易，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审查啊。比如说之前我知道香港的民生银行开户他还要求你有多次往返签证啊。那多次往返签证怎么获得呢？最容易的就是尼泊尔的多次往返签证在淘宝上30块钱就可以办到。你办到这个签证之后你就有理由可以在民生银行，而且人都不用出境啊，内地签证开户。所以说这个也是人家有一个走个流程嘛，对不对？你汇款，你得有正当理由啊。比如说有一个网友也在我视频下面留言说，他说你确定试过吗？我每个月转1万啊。最后转不出去了，一定要让我去柜台。你这样子有规律性的每个月转1万美元出去，你又人又不出去旅游，你又不干嘛，而且你是不是转给自己的不知道啊？你也可能转给别人呢。那人家是不是很合理的怀疑你这个钱用途不对劲，或者说有可疑？那人家不给你转的话是正常的呀。那如果说我也不能说幸存者偏差包括我自己，我曾经也转过1万美元。到美国银行账户，而且我这个账户是同名账户，就自己转给自己，我也不存在说我有第三方转给什么亲属，没有这种情况很简单，就是自己转给自己。然后我也有美国签证，我也曾经去过美国，我就去旅游，对不对？很正常的，也是很正常的，而且也不是很多，1万美元嘛，而且逗留期是可以6个月了，我只去1个月，我先垫着，对不对？也是很合理啊。你说你去香港旅游你要兑换5万美元。你香港旅游7天，你能花5万美元吗？而且如果说你这样5万美元的话，或者哪怕说等值港币的话，你觉得合理性在不在？合理性曾经我也去香港经常换港币我都是换个1万港币，1万人民币等额差不多就直接去银行换现钞带过去。当时我都没有香港银行卡那人家也从来没有卡我呀。你看你额度对不对？人家觉得很正常嘛。你这1万港币出去玩个几天，香港玩个几天，1000块天算好了，那多带点也正常，买购物是不是？那个时候还不是很发达的。曾经还有些人在我视频下方还怀疑我香港都没去过其实我香港去过很多次我只能这样说吧。还有吧，即使你正常用途的也有可能被拦截或者说人家不给你办为什么呢？我先说几点吧第一个呢，看城市什么样的城市呢？北上广深、杭州、南京、武汉、成都这种天津这种城市的话比较排得上名的这种城市吧。那宁波这种城市外贸这种经济比较多的这种城市那这种城市的话，你这种外汇业务比较多人家觉得这种事情都稀松平常的事情人家直接给你办了正常的很。那如果说你在一个很偏僻的、很内地的很西部的这个城市的人口还没多少人。你说你去换美元，人家都觉得这个业务都很少见，知道吧？包括我自己曾经有一次叫光票托收就国外给你寄张支票，那个钱呢就100多美元，是我当时做个网赚还大学的时候做网赚赚来的钱那个时候对大学生来说的话，等于说1000多人民币了已经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字了。我找了好多家银行都找不到
最后打电话之后，因为有个银行电话的嘛，打电话然后再光票托收，人家第一次去人家都不知道啊，后来打电话再咨询，再告诉我再去啊可以办的。所以说呢，有些业务啊，有些地方对这种外汇兑换业务的话是这种非常少见啊，低频率的啊，有些柜员的话他也不懂啊，真的是不太懂。还有吧啊，即使你在一个啊比较一线、二线的这样的城市啊，但是呢，你找了银行呢，要是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银行啊。比如说啊，在我的意义里面啊，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我的银行卡啊是不是有20多家银行啊？外汇业务做的比较好的啊，就是招商银行啊、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啊这3家，我比较认为这3家啊外汇业务做比较好的啊。比如说你这种收外汇啊或换钱啊比较方便的啊，就是这些银行啊。外资银行我就不说了啊，外资银行为什么不说呢？你可以看这个汇率牌价，不是说外资银行外汇业务做的不好，只是汇率牌价上面。我觉得还不如这家啊，哪怕啊，说实话，在我的当地啊，其实也有工农中介，什么银行都有啊。但是有些时候我在网上看啊，建设银行的汇率比较好，那我去建设银行想换钱，人家有时候也会搪塞我啊，搪塞我说没有，或者说要预约好多天，要提供什么证明，也正常啊。人家就觉得这个业务是小额，人家赚不到多少钱，也不经常办啊，不熟练，低频次业务嘛。如果高频业务的话，比如说在招行啊、中信啊这些银行啊。我觉得这2个银行啊，办这种业务是比较多的。中国银行呢，办这种对公的外汇业务比较多啊。招行、中信对这种对私人的外汇业务比较多啊。包括中信银行里面美元还可以理财啊，甚至我曾经啊有一段时间把美元换了啊，当时呢利息还没有国内人民币好啊，那当时在中信银行里面还可以做一些啊美元理财，也是可以做的呀，对不对？那还有西联业务的，比如说西联汇款啊，你不要觉得这个汇款只有国际电汇转账啊，西联也可以汇款的啊。西联业务做得好的就是光大银行跟邮储银行啊。那光大银行曾经的话是有一张，你办张卡在网银里面就可以操作啊，把这个西联啊提取出来。那邮储银行的话，我曾经也操作过这个西联汇款，甚至我在一个3线城市啊，邮储银行这个西联汇款，我也把它钱取出来了。所以说啊，你要找对城市，找对银行啊，就像我上一次啊，看到有一些朋友在说啊，网赚圈收国外的广告费汇款过来，然后银行不收，或者说银行把这个冻结了，说要你提供这个劳务证明，签订合同啊，不是说银行卡着你，银行也想把这个钱给你，就怕什么呢？啊，就怕这个钱来路不明，或者说来路不正当，明白吧？后来就是我一个朋友啊，他在一个4线城市，他这个事情啊。找了别的银行就没办成，找招商银行就办成了，对不对？那同样的这个法律规则里面的话，为什么这个银行办不成？都是中国内地的银行按中国的规律走，因为有些业务它不是专门做这个业务啊，所以说其实网上大家都知道啊，经常被提起这种外汇业务啊，基本上很多人都推荐招商银行啊，这也是为什么招商银行现在做这么好啊，包括招商银行的网银啊，还特别好用的啊。即使今天我尝试转账25人民币啊，都人脸识别好几次都过不去，但是我还是觉得招商银行这个网银啊，在所有的银行 APP 里面，我觉得还是首屈一指的。再说一点嘛啊，就是我曾经这种银行卡着你啊，其实有些时候呢，他有时候自己也不懂啊。我曾经有一回就是光票托收那事情啊，事情办完了，钱也拿走了，那个小伙子呢，把票据啊都给我了，那我直接走了嘛。还好我有个习惯，我不把票据随便扔，我会带回家，隔个1个礼拜或隔个1个月再扔掉这种红纸啊。结果我都快到家了，他打电话给我说那个他犯错误了，说少了张票据，赔钱罚款了，要扣工资了。他还跟我那个说刚进来没多久，说可能被开除了不一定呢，我把他送回去啊。那个时候我还把他送回去了啊，我也没有问他要什么任何酬劳。那所以说呢，这种有些业务呢。看地方看银行，你还得找对地方。一般来说，你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你要招商银行去汇款的话，基本上还是人家啊比较专业的这种服务。那但是的话，你要用途得说对，你也不要引起什么怀疑。我就说了嘛，你去旅游也要合理的范围之内啊。去香港旅游，你还换美金，美金也不是香港的本币啊。虽然说美元是国际货币啊，但是这个理由那肯定没有港币更充分嘛，对不对？
那只有一种情况啊，比如说我去什么泰国啊，或者说菲律宾这种地方，那我去银行换啊，我要换泰国铢，或者说菲律宾什么比索，这种货币一般来说的话，人家预约有点麻烦的，要等好几天，他们也要往上报，上报上下来这个钱。那所以说当时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我就是去泰国，好像我那换了美金啊，因为我说这个你泰国铢麻烦的话，那就给我美金嘛，因为这种不是主流货币嘛。如果说日元啊这种欧元啊，你可以看银行能不能存款，能存款的都是主流货币，如欧元啊、英镑、美元、日元，这些都是主流货币啊。这些货币的话啊，银行都能直接比较方便的，隔一天就能换得到。再说一个小的提示技巧吧，我曾经在中信银行换的美元，10000美元是有很多了啊，10000美元是有这么一打了钞票了。那钞票里面的话，它是100美金的嘛，都整数啊。曾经我还跟他说，我说能不能给我一点散的钱啊？没有，他说没有啊，因为散的钱的话，本来是出国，因为给小费啊，方便。那没有的话，它里面这个钱啊，美元是有新版和旧版的啊。当时呢，我也没检查啊，我也没仔细看，我也不懂这个规矩。你拿回来之后还发现啊，有些美元上面有很多小的印章啊，这个印章呢，就是因为也是另外一个事情了啊。这个印章就是说明这个钱呢，经过很多次的一些流通过了啊，被某些组织盖了这个章啊，证明鉴定过为真了啊。有个小技巧就是说，这个盖的章越多啊，说明这个钱越真。但是美元啊，现在有新版和旧版之分。我曾经换过之后呢就是因为我也没有一下子说要今天走啊，可能会有1-2个月之间再走。那么钱的话，我可能放在自己家里啊。有些时候呢，自己不是信用卡海淘或者说购物是不是消费的美元刚好我有美元现钞那比如说汇率上涨的话，那我是不是这个美元当时买了就划算了？那我就用美元去还款。那汇率下跌了之后呢，我就购回还款，我就保留美元，是不是？对不对？在我拿美钞去信用卡的还款过程中，你要去银行柜台，这个比较麻烦一点所以顺路去还款。还款过程中，我就有一次带着这个美元去还款，结果有一张人家不收不是说那个残缺人家银行我就不点名了是家外资银行，他说我们这边不收旧版的美元大家也要记住而且现在我也听说了这换美元的时候，人家会把你的美元的钞票上号码记下来这个为什么呢？我也不太清楚我觉得可能是为了防伪或记录吧。有些时候呢，如果说你拿美元回去了或者说这个钞票说假的或者怎么样子因为美元吧鉴别的话，银行柜员说实话也不太知道那如果说能把它记录下来的话，那到时候能对得上号，对不对这情况我不清楚大家如果说有懂的话，可以留言一下。